好，它在修复一个新的内容了。这种主动的对错误内容的修复，就是它进行主动的项目闭环的这样一种体现，也是它下一步成为 agent 的前提之一。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很抱歉啊，在过去的一周，我降低了我频道节目的更新频次，直接断更了一期。根本原因其实来源于在上一期又一个 ChatGPT 时刻，自媒体人要倒下一片的这一期节目当中，我介绍了 Gemini 3.0 Pro 和 Notebook LM 的合作下可以形成什么样的自媒体的叠加效应。那实际上在现在 YouTube 上面就穿行着大量的这样的由 AI 生成的，或者由 AI 写稿，然后完成整篇文案创作的，可以说基本上90%以上，甚至95%以上的创作者都离不开 AI 的协助。但上一期节目当中所呈现的这个效果，可以说直接把我这个刚刚把频道逐渐做起来的这样一个自媒体人的内心的信心直接击穿了。那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思考了这个问题，我究竟应该如何来面对我的观众？那在过去的一周时间里面，我逐渐的把之前有 AI 深度参与的一些视频逐渐下架了。那我希望我的频道在未来可以形成更多的由真人参与的学习和打怪升级的体验。好，那今天我们就继续上一期的话题，来开始更新有关于 Google AI 的整一期完整的结构化的教程。那今天的内容主要是讲一下基本结构与框架，以及一些非常基础的设置。同时，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会来讲一下现如今有哪些便宜的获取谷歌 AI 会员的渠道，甚至还有的渠道是可以免费获取的。当然，在这一期节目当中，我并不推荐通过一些奇怪的渠道获取到谷歌的 AI 会员，具体原因我后面会讲。好，那我们首先来进入到谷歌 AI 的基本框架介绍。在过去的3年里面， OpenAI 在整个 AI 领域是一个无敌的存在，因此我们会经由对 OpenAI 的了解而形成对 AI 的民用级工具的误解。什么意思？比如说，由于 OpenAI 它常年是以一个这样的对话的网页形式存在的，因此许多的普通人都会将 AI 与大语言模型直接画一个等号，甚至很多人都认为这样的语言沟通是人类利用 AI 的基本形式。但今天我要说，这种刻板印象是错误的，并且是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AI 在这个世界当中已经有了大量的用法，比如说影像学的医生会借助 AI 来进行肿瘤的判断，比如说大的财阀和投资公司会借助 AI 来进行量化投资，再比如说影视公司可以通过 AI 直接来进行图片或者视频的创作。因此，如果我们简单的将 AI 与大语言模型划等号，就不能很好的接触到 AI 能力的边界。所以在这里，我要跟大家介绍 Google 的 Gemini AI 在我们普通人使用的过程当中，我们至少要了解它3个界面。第一个是这一个语言对话的界面，在这个语言对话的界面当中，会有3种最基本的问答类型：快速回答、复杂回答和 Deep Research。什么样是快速回答？比如说，我来问今天北京的天气如何？这种问题是可以通过简单的搜索就可以得到的快速回答。看，它可以以一种非常快速的方式得到我们想要的答案。那么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使用复杂的思考模型呢？我们来说，需要多少把 AK-47 的后坐力才能将70公斤的我送上天？这种问题它就需要使用思考模型来进行回答。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让它显示一下它所思考的内容，它会将它的思考链路完整的呈现出来。看，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它解答了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那么在这个按钮下的快速回答和复杂思考这2种模式的回答当中，你就可以以一个非常简单的指标来进行区分。如果你询问的问题有标准的答案，那么你可以用快速回答；如果你询问的问题没有标准答案，而是更加偏向于兴趣爱好、人文逻辑，那么你就需要使用思考模型来进行回答。在这里要科普一个有趣的小知识，现在的 AI 模型与以前的 AI 模型有巨大的差异。在之前的大语言模型系列当中，也是 ChatGPT 4o 之前的系列当中，你需要进行提示词工程，也就是例如大家熟知的，假如你是一个医生，你会对我说什么？假如你是个老师，你会对我说什么？而现在的推理模型，包括 GPT-o1，包括现在的 Gemini 3 Pro， 这些模型都属于推理模型。推理模型它是不需要进行提示词工程的，甚至于如果你的提示词工程越多，越会影响它推理的效果。如果你想对某一个行业
或者某一个专业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解，那么你就需要使用 Deep Research 来进行回答。而这个 Deep Research 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与 ChatGPT 的深入研究模式有本质的不同。首先，它需要发起新的对话，它不可以根据你们已有的对话来形成新的内容。第二，在你询问完了之后，它会给你一个提纲，与你确认它是否完全了解了你的问题。另外，它会引用真实的信息源，来引用整个谷歌当中能够搜索得到的信息源来进行深入的研究。具体的内容，大家可以点击右上角查看我上一期的视频。那这就是谷歌 AI 的 Gemini 大语言模型。而 Gemini 跟其他的 AI 产品相比，它有一个更加夸张的一点能力，就是它具备有100万字节的 token。那100万字节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它甚至可以在整个对话过程当中给你直接形成一部《红楼梦》，这就是谷歌的大语言对话模型。这是谷歌的 Notebook LM， 它是在谷歌的 AI 工具当中一款可以让你把所有想要学习的资料都丢进去，并且形成一个学习笔记的这样一个内容。它的主打功能其实是这个，叫高效助学。也就是说，如果没有 AI 的加持，它会像微软的 OneNote 和苹果的备忘录一样，是一个笔记本。而今天，它在笔记本当中加入了 AI， 你可以将你所有学过的书本、线索或者网页直接丢进一个专有的 notebook 里面，那么它会引用你的这些数据来源来形成新的知识体系，并且它可以根据你的知识来源来给你出一张试卷，出一张记忆闪卡，来给你出一些思维导图，甚至它可以出一期视频来对你进行一些知识的讲解。那么第三个我们普通人可能会用到的界面就比较深入了，甚至它可能是专业开发者才会去使用到的。当然，由于它的整体交互功能已经做得相对友善，因此我也推荐普通用户来对这个界面进行熟悉。我们先来看左边的这个菜单栏，我们点击这个 Playground， 这个 Playground 就是你可以去设置你的整一个大模型的使用背景。那实际上这个 Google AI Studio 啊，它其实是一个集成了大量的工具的这样一个 AI 的工作室。你在这个工作室里面可以调用各种各样的 AI 工具，比如说 Google Gemini 3 Pro Preview，或者 Nano Banana Pro， 或者 Gemini Flash 啊，那么各种各样的这种语言模型或者视频生成的这种模型都可以被你调用。那么这里有一个 Build 选项，这个 Build 选项是开发程序或者网页专用的，你可以直接在这里告诉他你的需求，它就可以帮你来直接生成一个网页。甚至如果你的 AI Studio 跟 GitHub 账户相连的话，它可以将生成的网页直接 fork 到你的 GitHub 上面，然后你再将你的 GitHub 上面的源代码部署到你的 VPS 或者类似于像 Cloudflare 这样的实验平台上，你就可以获得一个真实的网页了。所以这个功能还是非常非常好用的，我可以简单的来为大家演示一下。我们来举个例子，我的孩子正在学习一个加数是9的进位加法，他很难理解为什么某个个位数加9的和就是这个个位数减1再加上10。请你设计一个交互网页，让我的孩子学习这一块的知识。这个模型我们就使用默认的，我们直接点击 Build。好，现在它已经开始在进行制作了。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它会不断的优化自己的生成结果，甚至它还有自监督的机制，来反过头来像一个普通用户一样去验证一下自己的这个网页体验如何。我们来看一下它会怎么做。好，现在它已经开始进行编译了，而且编译的速度非常非常快。如果我找一个程序员团队来对这一个工作内容进行开发，少说也得要3天，并且还是一个程序员比较多的程序员小组才能够进行开发。但实际上 Google 在这里按照这个节奏下去，它应该在200秒之内一定能够搞定了。它现在正在分析一个错误，然后尝试着去解决这个问题。好，它在修复一个新的内容了。这种主动的对错误内容的修复，就是它进行主动的项目闭环的这样一种体现，也是它下一步成为 agent 的前提之一。那大家看啊，应该说我预测的是挺准的，它确实在200秒之内就完成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网页是可以交互的。看 ，9 needs one more to become 10. Let's make 10. 这样子它就可以很直观的看到9是如何变成10的，这个数是如何减1，然后最终变成14的。我们再来看一个9加6啊 ，9 needs one more to become 10. Take 1 for 6 and give it to the 9. Now we have 10 and 5. That's easier. 看，这样就会变成15啊。那整个网页它已经具备交互能力了啊，甚至它这里还有一个这个功能，
叫 Tell me a story about this 啊，给我讲个故事。那我们让他讲一个故事。Nine red stars giggled at 6 blue stars. One blue star zoomed to the red globe, making 10. Now it's 10 red and 5 blue. So 15 stars. 说9颗红色的星星和6颗蓝色的星星，有一颗蓝色的星星混进了红色的组里面，然后变成了10。现在呢，就有10颗红色的星星和5颗蓝色的星星，所以变成了15颗星星。那如果让孩子自己来操作这一个页面，我相信他在操作几遍之后，他应该就能够很好的学会这一个知识点。而这就是我们讲的一句话编程。那 Google AI Studio 使用这种一句话编程的方式，可以让一个普通人脑子里面的创意飞快的变成现实啊，可以说这可能成为未来的创作者的助推器。然后现在我们回到 Playground 页面，那在这里有 Dashboard 和 Documentation 啊，这些呢是一些开发者相关的一些文档。然后这里有我的 API Key 啊，这个 API Key 要像密码一样保管它，因为当你泄露了你的 API Key 之后呢，别人就可以去使用你的 API Key 啊。那虽然我现在是一个免费的层级啊，但我们还是要保管好它。那这个是开发者文档，看谷歌正在以一种非常简单的，然后系统性的方式来告诉大家它不同的 AI 工具应该如何使用。我们后面的教程和分享也会基于这一个开发者文档来开展。那么在它的右手边是 Gemini 3.0 的一个参数的核心设置。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是你可以选择在这个页面当中回复你的模型，你希望的是哪一个模型 ？Gemini 3 Pro Preview 啊，它是一个推理模型，也就是我刚才询问的那个用 AK 把我送上天的那个模型，那一类问题，你就需要使用推理模型来进行解答。那这个是一个生图模型 Nano Banana 啊，在过去的3个月的时间里面，在 YouTube 上也是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狂潮。那当我们选择 Gemini 3 Pro 的时候啊，你就需要去考虑你的系统基准设置。这个系统基准设置就是指你希望系统无时无刻的记住哪些内容。比如说，我们可以这样来说，那这样你就可以让 Google AI 来记住你的个性，以此呢，你就不需要一遍又一遍回复说，请你直接说结果，请你直接说结果，不需要了啊，它会直接按照这个方式来对你进行回复。当然，你也可以给它加入其他的系统设置，比如说我的身材，比如说我的家庭情况。比如说我在意的是家庭还是事业，那么让他来为我未来的职业发展做出建议的时候，他就可以更好的来为我提出相应的建议。那么这一种方式来告诉 AI 我的基础信息，和我每一次在输入提示词的过程当中去强调一遍我的基础信息，它们的差别在哪里呢？就是这种方式来告诉 AI 我的一个基础信息 ，AI 会记得更牢，它会在每一次回复的过程当中可能都会去审视一遍。但是如果你在提示词输入的过程当中来告诉它一些基础信息的话，那么很有可能 AI 在你回复了几轮之后，它就把这个事情给忘了。那么这个设置，据我所知，现在它是保存在浏览器端的，它并不是在整个的 AI Studio 当中去形成一个后台的服务器端的设置的。因此，你在你的常用电脑当中可以这样设置，但如果你在你的不常用电脑当中啊，我不推荐你进行这样的设置。然后这里是 API Key， 这个 API Key 作为普通用户，其实你不会特别在意使用这个 API Key。那如果你知道 API Key 是用来做什么的，你就已经是高阶用户了。那如果你是高阶用户啊，你也一定知道这个 API Key 应该如何去使用啊，我就不多说了。那么这里有一个 temperature， 这个 temperature 非常有意思，我们来看一下谷歌的官方文档怎么说的。在这里，温度，对于 Gemini 3，我们强烈建议将温度参数保留为默认之一。虽然之前的模型通常可以通过调整温度来控制创造性与确定性，但是 Gemini 3的推理能力已经针对默认设置进行了优化，更改温度可能会导致意外行为，比如说循环或者性能下降，尤其是在复杂的数学或者推理的任务当中。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将温度值下调，很有可能 AI 会过于保守啊，它不愿意做过多的联想或者推理，推理结果就不好。那如果你将温度上调，那么 AI 可能会进行过度的联想和思考，以至于它有可能出现 AI 的幻觉。所以在这个值上面，我推荐各位观众啊，尤其是如果你是一名普通用户的，在这个值上面不要去调整它。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 Media Resolution， 这个媒体分辨率是什么意思啊？我的理解应该是2个，就是在你的沟通过程当中，如果你出现了媒体，比如说我发了一张照片，我希望它进行更加细致的观察，那我就要选择这个 High。如果我只是一张宏观的普通的照片，比如说我举了一个星巴克的杯子，我问他这只杯子是什么牌子的，那么这个情况下你就只需要用这个 Default 就可以了。那还有一种就是在我们生成相应的图片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选择这个图片它应该要生成的精细一些，或者生成的粗糙一些，那么这个地方你就可以进行主动的调整。那我这边就设置成 Default 默认。Thinking Level
就是他需要想的多一点，还是想的少一点。比如说我跟我太太，我是属于那种希望她能够进行深入研究的，研究的越深越好，把很多内容的源头都挖出来。那我太太可能不愿意听太多的技术名词，她可能希望她的解释可以略微解释一下就可以了，我不关心太多的技术细节。那么这时候我们就把它设置成 low 就可以了。然后这里叫 structured output 结构性输出。那么这个结构化输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打开了这个开关以后，你点这里的 edit， 你就可以直接来设置你所希望形成的这个后台配置文件的结构。这个比较复杂啊，我也还在学习当中。那作为普通用户，我的理解是用不到这一个功能，我们把它关掉就可以了。然后这里有 code execution， 它的意思是说，你可以允许大模型在解决问题的时候，用代码的方式来解决。比如说，我询问了一道需要使用矩阵或者需要使用 Python 数据处理来解决的数学题，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勾选了这一块的内容，它就会主动的去调用相应的代码来进行代码层面的问题解决方案。那如果我没有去勾选它，那么它可能尽可能的用人话来向我们解释它如何来解决这一个数学问题。Function calling就是指其他功能的调用啊，那这边我是没法打开的啊，具体什么原因我不知道，可能是我的会员不支持这一个 function calling 吧。如果打开了之后，你可以把你的比如说其他的 AI 的 API 给它接进来啊，或者其他企业有其他功能的 API 给它接进来。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给这个 AI 缝合上很多其他企业的功能啊。那这个我们现在也不使用，我们就把它关掉。第二个叫做 grounding with Google Search， 那么这个要基于大模型目前的知识来讲。Gemini 3的这个大模型，它目前的知识截止日期是2025年的1月。那么如果你询问的是近期的比较有时效性的问题，如果你勾选了这个内容，它就会主动的去进行联网的搜索。那像在 ChatGPT 里面，你是可以去在单独的问题当中勾选联网搜索的，那在这里就不再必要了啊，我们就不需要再去主动的勾选，大模型会主动的判断我解决这个问题是否要进行联网搜索。你给它打开了这个开关之后，它就会进行联网搜索。如果你不给它打开这个开关，那它就单纯的基于它历史上的知识来对你进行回复。那这个功能我们是需要把它打开的，因为我有很多的问题是比较具有时效性的，我需要它来进行联网搜索。最后一个是 URL context。这个意思是说，如果我在询问的过程当中贴给了他一个链接，我是否允许他打开这个链接？那这个当然是允许的，对吧？比如说我贴给他一个 GitHub 的链接，我问他这个程序我部署在本地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有哪些坑，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可以通过打开这个 URL 链接来进行详细的数据分析。那么最后我们可以来到高级设置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一个是安全设置，这个安全内容很有意思。我记得在之前 OpenAI 它的安全设置应该是内置的，那这边谷歌直接把这个安全内容给它放出来了，让用户自己来选择。可以说谷歌在 AI 伦理道德方面的研究走的一直是比较前沿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各种选择分别代表什么。左边就是指不要运行安全限制，也就是尺度大一点；右边就是指执行严格的安全限制，就是尺度要把控的尺度要高一点。什么意思呢？如果我让我的孩子，因为我现在正在计划教给我的孩子们如何去使用 AI， 我认为这个 AI 时代到来了，在他们成长的年代 ，AI 就像水和空气一样的自然，它应当去提前适应这一个时代的到来啊。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我们后面再说啊。那如果我要把 Google AI 交给我的孩子来用，我需要把这些东西全部打开，我需要 AI 在回复的时候啊，它的答案是安全的。那么如果是我来用，那我自己本身是个老色批，而且我的口味也比较重，所以呢，我可能会把所有的限制全部都关掉啊。那这个是指类似于一些骚扰信息啊，一些骚扰信息，如果我询问到一些可能会涉及到个人的这种过界性的信息啊，它也需要来回复我。那第二个就是仇恨信息啊，比如说我产生了一些带有一些地域歧视或者种族歧视的对话啊，它也需要来对我进行回复。那第三个就是对于性的描写要不要更加的细致和明确啊？那这个当然是要的，不然我跟 AI 沟通干嘛呢，对吧？那第四个就是危险内容。啊，比如说我在写一个小说啊，或者我在写一个科幻小说啊，我说这个人到达光速的时候啊，或者人在进行星际穿越的时候啊，会产生哪些生理上面的不适感啊，需要服用什么样的药物来进行解决？那这个时候它就是一个危险内容了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在这里是关掉的，那它会真的去思考这个问题。那这一些就是它的安全内容的设置。那由于我是成人使用的，所以我把它全部都关掉。这个 add stop sequence。就是说，如果在 AI 的沟通过程当中 ，AI 突然说到了某个词啊，就有点像成年人玩 SM 嘛，就是当他说到了这个安全词啊，请你立刻停止啊，就这个意思。这个 output length 就是 AI 它在输出内容的时候，它的内容的限制长度啊，那这里就是65536是它的默认值，也是最长的值了啊，是64K 的，相当于是。
所以我们就给它默认就行了。我反正不嫌它内容长啊。那么 Top P 它跟 Temperature 很像，就是你去调整完这个值之后，会影响它的对于数据处理的深度，或者影响它深扒某些材料的深度，或者影响它的一些推理的能力。所以普通用户呢也不建议去调整它。那这些就是 Google AI Studio 的一个背景设置。这些背景设置大家在使用的时候，我还是要再强调一下，它是保存在你浏览器本地的，它并没有保存在云端。因此，你在进入到不同的电脑使用 Google AI Studio 的时候，即使你登录的是同一个账户，你都需要重新设置一遍。当然，在目前 Google AI Studio 的表现来看，即使你不设置它，它也可以让人用的非常舒适啊，只能这样讲。然后在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叫做 Submit Prompt Key， 就是你触发对话的那一刻，你所使用的按键是什么样的。我们来看一下，像此前呢，我想要做一些账号合租平台啊，流媒体合租平台的对比，因为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用过哪些流媒体平台，然后我想要系统性的了解一下他们创办到现在多久了，然后各自的优势是什么，然后我就把他们的网址给它发过去了。但是把网址发过去以后呢，就发现我每次输入网址，然后我想要另起一行的时候，不论我按的是 Command 回车还是 Control 回车还是回车，它都会直接触发我们的对话。那就导致我没有办法一次性把几个链接放到一起，然后去询问它。那么在这边我们就可以去使用这个 Command 加 Enter 的方式啊，来进行数据内容的输入。看，这样我就可以直接回车来另起一行。那么接下来我就来介绍一下，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有哪些获取便宜的或者免费的 Google AI 的渠道。我们先来说最正规的，最正规的当然就直接开会员啊。那么 Google AI Pro 这个会员可以直接来开。如果你本身就有使用 Gmail 或者使用谷歌云盘的习惯，那么其实谷歌 AI Pro 的这一个年费计划还是非常非常诱人的，因为只要加$100一年啊，大概就是700块钱左右，你就可以保有一个2TB 的谷歌云盘，然后呢去享受谷歌 AI Pro 了。相较于 ChatGPT Plus 每个月$19.9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来说，性价比还是特别特别高的。那因为我本身就需要去使用 Google 的云盘和 Gmail， 所以我是直接去开了这一个会员的。同时呢，我又因为我有我的 Pixel 9 Pro， 它又送了我1年啊，所以我相对来说是赢麻了啊。那么我们来比较一下它几种会员的一个差异啊。性价比最高的就是这个 Google AI Pro 啊，大家所有在互联网上能找得到的这个 Pro 会员指的也都是这一个，它可以去使用这个 Notebook LM， 那比它低的呢都没法再使用了啊，比它高的这一个 Ultra 呢，无非就是配额更高啊，其实是一个商用级的配额。如果你是一个小工作室，然后很多人都要去使用它，那你当然可以去开这个 Ultra 啊，价格也挺高的。那如果你只是说我个人使用，甚至说我作为一个研究者，我要可能来写一些论文啊，协助我去写一些论文。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用这个 Google AI Pro 就可以了。那么正规渠道它的价格就是$200一年啊，附赠一个2TB 的存储，我觉得是性价比挺高的啊。那么如果你